皇宫里头埋得最深的秘密，往往不是没人发现，而是发现了的人要么不敢说，要么已经说不出口了。安陵容临死前那句“皇后杀了皇后”，轻飘飘几个字，却把后宫最大的惊天大案给捅了出来。我头几回看《甄嬛传》的时候，光顾着感叹她临死还要给甄嬛递刀子，想着这女人到死都不安分。后来多刷几遍，越琢磨越不对劲，这后宫里头聪明人多了去了，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眼线，华妃盯着皇后盯得眼睛都红了，甄嬛也是个人精，怎么偏偏是安陵容这个没什么背景，资质也不算顶尖的嫔妃，把皇后杀了亲姐姐这事儿给看透了呢？仔细把安陵容这条线捋下来，才发现这事儿真不是蒙的，藏在3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头。头一个细节得从安陵容这个人说起，她打小日子过得苦，娘不受宠，她跟着受气，进京选秀的时候连个好客栈都住不起。这种出身的人，骨子里头天生就带着一股子自卑，看人眼色过日子看惯了，对别人脸上那些微妙的表情变化特别敏感。进了宫以后，他更是把这种本事练到了极致。皇后宜修是什么人？表面上一副端庄大度、贤良淑德的样子，对谁都客客气气。可安陵容跟在他身边久了，慢慢就品出不对劲来了。宜修最忌讳别人提庶出这2个字，华妃老拿这个戳他肺管子，他脸上笑着，眼里的刀子能杀人。安陵容自己就是个庶女，她太懂那种感觉了，明明心里头恨得要死，脸上还得装得云淡风轻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在意。她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，皇后对纯元皇后真的能心无芥蒂吗？纯元是嫡女，是正室，是抢了她福晋位置的人。宜修先嫁进王府，好不容易熬出点头，皇上答应她生了孩子就扶正。结果呢？纯元一来，什么都没了，福晋的位子没了，变成侧室，连自己最疼的儿子病逝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围着怀孕的纯元转。这份恨能咽得下去？安陵容将心比心，换作是他自己，怕是连杀了纯元的心都有。可他观察皇后，发现这位姐姐去世这么多年，皇后动不动就把纯元的遗物拿出来说事儿，什么姐姐生前最爱这首曲子，这件衣裳是姐姐当年穿的，说的情真意切，眼泪汪汪。安陵容越看越觉得假，真正的伤痛是不敢碰的，哪有人天天把伤疤揭出来给人看的？皇后这哪是怀念姐姐，分明是在给自己立牌坊。从这儿开始，安陵容心里头那颗怀疑的种子就种下了。第2个细节是她用了个笨办法，也是最管用的办法，看谁得利最大。这法子搁现在办案子也好使，出了事儿先查谁得了好处，10有8九跑不了。安陵容在后宫这些年，见多了尔虞我诈，慢慢也摸清了这里头的门道。她开始反过来想，纯元皇后当年是怀着孕突然没的，那时候谁在她身边？宜修。谁懂医术药理？宜修。谁因为纯元活着就永远翻不了身？还是宜修。纯元一死，宜修从侧福晋扶正，成了正经的皇后。儿子虽然没了，但位子保住了，再也没有嫡姐压在头上。这好处也太大了吧！安陵容把这些事儿串起来，越想越觉得浑身发冷。她本身就是个心思重的人，看什么都爱往深处琢磨，再加上她自己手上也不干净，害人的事干多了，对人心险恶这回事儿比谁都门清。她琢磨着，皇后连亲姐姐都能下手，那对他们这些外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跟野草似的疯长，压都压不住。第3个细节也是最关键的，是安陵容跟在皇后身边那些年，亲眼看见的那些破绽。她投靠皇后之后，成了皇后阵营里的得力干将。
齐妃脑子不够用，齐贵人咋咋呼呼，就安陵容心思细，办事妥帖，皇后用得顺手，自然在她面前也没那么多防备。可皇后忘了一件事，安陵容这种人最会看人眼色，最会从细节里头挖东西。有一回，皇后拿出纯元皇后的遗物，又在那儿感慨姐妹情深。安陵容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头却在琢磨，真要感情那么好，怎么提起姐姐的时候，眼里头一点温度都没有。后来出了纯元故衣那档子事，甄嬛因为误穿了纯元的旧衣，被打入冷宫。安陵容注意到那件事之后，皇后表面上在惋惜，可那股子得意劲儿，藏都藏不住。有几次皇后说着说着，嘴角那个弧度，分明是在笑。安陵容当时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这事不对劲，皇后怎么跟捡了多大便宜似的？皇后也察觉自己失态了，赶紧岔开话题，提起江忠敏来敲打她。安陵容当场跪下表忠心，可心里头那个怀疑已经压不住了。后来太后罚皇后去中司门思过，安陵容瞅准机会又试探了一回，皇后的反应让她彻底坐实了自己的猜测，纯元皇后十有八九就是这位亲妹妹害死的。说来说去，安陵容能发现这个秘密，靠的并不是什么过人的聪明才智，而是她跟皇后太像了，一样的庶女出身，一样的不甘心，一样的心里头藏着见不得人的阴暗面。她把自己带入皇后的处境，把自己干过的那些事，动过的那些念头套进去，一推演就明白了，换了她是皇后，她也得杀了纯元。这世上的事儿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，能看透恶人的人，往往自己也干净不到哪儿去。安陵容这辈子说到底也是个可怜人，她能看穿皇后的秘密，却看不透自己走的路。要是她早几年把这个秘密告诉甄嬛，能不能翻盘？这事儿不好说。她跟沈眉庄那档子事之后，甄嬛恨她恨得牙痒痒，压根没有和好的可能。再说了，她就算真说了，以她当时的处境，甄嬛也未必信她。她这一辈子就像她自己说的，半点不由人，出身不由人，际遇不由人，最后连死都由不得自己选。看透别人有什么用？看不透自己，终究是一场空。但如果把安陵容这条线再往后推一步，你会发现一件更残酷的事，她其实不仅看透了皇后，也看透了自己。只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安陵容临死前那几句话，看起来像是对甄嬛的最后一刀，可仔细听，其实更像是一种迟到的清醒。他说皇后杀了皇后，不是为了给甄嬛送什么线索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他这一辈子拼命往上爬，拼命讨好皇后，到头来不过是替另一个更狠的人做刀子。在后宫这种地方，人是很难突然醒悟的，多数人要到山穷水尽那一刻，才会突然把过去的事情全部串起来。安陵容也是这样，她最早投靠皇后，其实是因为恐惧。她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连才艺都只是勉强过得去。甄嬛、沈眉庄那种出身，她比不了；华妃那种权势，她更惹不起。对她来说，在后宫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棵大树，而皇后恰恰就是那棵树，表面上端庄贤惠，背后却心思深沉。安陵容跟着她，既有安全感，又隐隐觉得这个人可怕。但人再弱的时候，很少会拒绝一个强大的靠山，哪怕这个靠山阴森的像口深井。所以她一步一步走了进去，替皇后传话，替皇后布局，替皇后算计甄嬛。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未必每一步都想得很清楚，但她知道一件事，只要皇后在，她就能活。可问题也出在这里，安陵容越靠近皇后，看到的东西就越多。她看见皇后对纯元的那种怀念，
看见他在甄嬛倒霉时压不住的笑，看见他处理人命时那种近乎冷静的从容。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堆起来，最后形成一个可怕的结论：这个人连亲姐姐都敢杀。而安陵容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依附的人其实是整个后宫最危险的人。那一刻，他心里其实已经开始害怕了，因为他太了解皇后的逻辑了。皇后看人从来不是看感情，而是看有没有用。齐妃可以用来生子，齐贵人可以用来搅局，她安陵容可以用来对付甄嬛。可一旦没用了呢？那就像剪掉一根线一样简单。安陵容后来越来越焦躁，其实就是这个原因。她一边继续替皇后做事，一边又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位置。她只是棋子，而且是一枚迟早要被弃掉的棋子。等到沈眉庄的事爆出来以后，她已经彻底没有退路了。那件事不只是让甄嬛恨她，也让她彻底绑在了皇后这条船上。她不可能再回头，也不可能再投靠别人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她的人生其实已经走到尽头了，只是她自己还在拼命往前走。很多人说安陵容坏，但如果仔细看《甄嬛传》，你会发现她和甄嬛最大的区别不是心狠，而是底气。甄嬛有家世，有才气，有沈眉庄这样的朋友，还有皇帝的偏爱。她跌倒了还能爬起来，安陵容没有。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算计。可算计这种东西是要资本的，没有底气的人一旦走上这条路，就像在悬崖边走钢丝，一步都不能错。安陵容偏偏错了很多步。她以为皇后是靠山，其实是深渊。她以为害甄嬛可以稳住位置，结果把自己彻底推到了绝路。她以为只要足够狠，就能在后宫活下去，却没意识到后宫里真正活得久的人，从来不是最狠的，而是最有底气的。所以到最后，她什么都看明白了。她知道皇后是什么人，也知道自己是什么人。她甚至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为什么会走到这里。可人一旦走到最后一步，再清醒也没有用了。于是她临死前才说出那句话：皇后杀了皇后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揭开一个秘密，其实更像是安陵容给这个后宫下的一个注脚。在紫禁城里，很多人都死了，但真正被杀死的从来不只是那一个人。纯元皇后死的时候，死的是一个女人，可她死的那一刻，也同时杀死了宜修心里最后一点人性。后来宜修为了保住位置，一步一步走向更狠的深渊。再后来，安陵容为了活命，也变成了她最害怕的那种人。所以这句话如果换一种说法，其实更像是皇后杀死的不只是皇后，而是整个后宫。而如果把这条线再往深处看，你会发现《甄嬛传》里真正可怕的，其实从来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一整套吃人的规则。纯元皇后死的时候，很多人只看到一个女人的死亡，但对宜修来说，那一刻她其实也完成了一次自我重生。从那以后，她不再是那个庶出、忍气吞声、处处被嫡姐压着的女人，她成了皇后，一个必须永远站在所有人头顶上的位置。可问题在于，这个位子本身就是一把刀。皇后不是靠爱活着的，而是靠控制。所以宜修一旦坐上这个位置，就再也下不来了。她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后宫的每一个人，谁得宠，谁怀孕，谁有野心，谁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。她看见的不是人，而是一盘棋。在这盘棋里，任何一个人都只是棋子。齐妃是棋子，因为她能生儿子；齐贵人是棋子，因为她蠢；安陵容是棋子，因为她狠；就连甄嬛也是棋子，只不过是一枚难对付的棋子。所以你再回头看安陵容临死前那句话，就会发现那句话真正的分量。她不是在揭露一个案子，
他是在揭露整个后宫的逻辑。皇后杀皇后，不只是一个女人害死了另一个女人，而是这个体系逼着人不断去杀。谁想活下来，就得踩着别人往上走。宜修当年如果不除掉纯元，他一辈子都只能是个侧福晋。华妃如果不压着其他嫔妃，她的地位就会被夺走。甄嬛如果不反击皇后，她迟早会死在冷宫里。每个人都在动手，区别只是有的人下得更早，有的人下得更狠。安陵容之所以最后看得那么清楚，其实是因为她站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。她既不是最顶层的人，也不是最底层的人，她正好卡在中间。这个位置最容易看清局势。底层的人看不到全局，只知道争宠；顶层的人忙着维持权力，也未必会反思。只有像安陵容这样的人，既参与了算计，又始终没有真正掌控权力，才最容易意识到自己其实只是棋子。他替皇后办过太多事，他害过沈眉庄，算计过甄嬛，甚至连温太医那条线也牵涉进去。每一件事当时看起来都是为了保命，为了稳住地位。可等他一步一步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赢过。他越狠，皇后越放心用他；他越能干，皇后越不可能让他脱离控制。换句话说，他越努力，就越陷得深。这才是最绝望的地方。很多人第一次看《甄嬛传》的时候，会觉得安陵容是个黑化的角色，好像她原本是个单纯的人，后来被环境逼坏了。可如果仔细想想，你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安陵容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轻松的人，她太敏感，太自卑，也太渴望被认可。在选秀的时候，她唱了一首歌，皇帝夸了一句，她就激动的不行。后来甄嬛和沈眉庄对她好，她也是拼命想要融进去。可她越努力，就越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因为她始终知道，她跟甄嬛不是一路人。甄嬛是大家闺秀，从小读书识礼；沈眉庄是世家小姐，举止端庄，而她只是一个小官之女，连选秀时住的客栈都寒酸。这种差距不是几句姐妹情深能填平的，所以她心里一直有一道裂缝。当皇后向她伸手的时候，这道裂缝就被彻底撕开了。皇后给她的不是友情，而是位置。只要替我做事，你就能活下去。对于安陵容来说，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于是她一步一步走进皇后的阵营，一边做事，一边又越来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他看见别人被算计，也看见别人被毁掉，可他不能停，因为他太清楚，一旦停下来，下一个倒霉的人就是他。这就是后宫最可怕的地方，它会让人慢慢习惯残忍。最开始做坏事的时候，人心里是有挣扎的，可做得多了，就会觉得这是生存方式。安陵容也是这样，她第一次算计人的时候，可能还会害怕，后来她已经可以冷静地设计一整套局。但与此同时，她也越来越孤独。甄嬛不可能再相信她，沈眉庄更不可能原谅她。皇后虽然重用她，却从来不会把她当自己人。她像是被困在一条只有前进没有回头的路上。所以，当一切败露的时候，他反而比很多人都冷静。他没有像祺贵人那样歇斯底里，也没有像齐妃那样彻底崩溃。他只是突然看透了很多事。他知道皇后最终也保不住自己，因为甄嬛已经回来了，而且比以前更狠、更稳、更有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甄嬛背后站着太后、果郡王旧部，甚至皇帝那点复杂的情感。皇后再厉害，也很难对付这样一个人。安陵容看懂了这一点，所以她临死前说出那句话，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。她在把最后一张牌交出去，这不是为了帮甄嬛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局彻底崩掉。
皇后用他当刀子这么多年，他最后也用一句话把皇后推向悬崖。这大概是安陵容这一生唯一一次真正的反击，只不过这种反击来得太晚了。很多人觉得，如果安陵容早点醒悟，也许命运会不一样，但其实未必，因为在那个环境里，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很难有第二条路。他没有甄嬛的底气，也没有华妃的权势，更没有太后的保护。他唯一拥有的就是一颗敏感又不甘的心。这颗心既让他看得很清楚，也让他活得很痛苦。他知道别人瞧不起他，也知道自己永远追不上那些人，于是他只能拼命往上爬，哪怕踩着别人的尸骨。可等他终于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这个位置根本不是给他准备的，他只是暂时借给他，让他替别人做事。所以安陵容这个角色真正的悲剧，不在于他坏，而在于他太清醒。他比很多人都更早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，也比很多人更明白权力的残酷。可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，于是他只能在里面越陷越深。到最后，他看透了皇后，看透了后宫，也看透了自己。但那时候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这也是《甄嬛传》最厉害的地方，它从来不是简单的宫斗故事，而是一整套人性实验。把一群人放进权力的笼子里，看他们会变成什么样。有的人会变成猛兽，有的人会变成猎物，有的人则在两者之间挣扎。安陵容就是那种既像猛兽又像猎物的人，他会咬人，但更多时候他其实也是被咬的那一个。所以当他说出皇后杀了皇后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再回头看整个故事，就会发现一种很冷的讽刺。纯元皇后死了，宜修为了这个位置杀死了自己的姐姐，也慢慢杀死了自己的人性。华妃为了权势，一路杀到最后，却发现皇帝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她。安陵容为了活命，替别人做刀子，最后却死在自己编织的网里。而甄嬛呢？她看起来是最后的赢家，可如果你仔细看结局，就会发现她其实也失去了很多东西。她失去了沈眉庄，失去了果郡王，失去了曾经那个天真的自己。她赢了权力，却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所以《甄嬛传》最后留下的，其实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更残酷的答案：在那座紫禁城里，没有真正的赢家。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者。如果把故事再往后推一步，你会发现《甄嬛传》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其实不是谁斗赢了谁，而是他把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讲得很安静。权力这种东西，一旦进入人的生活，就会慢慢把人变成另一种生物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所有人其实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甄嬛进宫的时候，不过是个10几岁的姑娘，她读书写字，懂礼数，也懂得自持。她甚至一开始是拒绝争宠的。她最想要的生活，其实不过是平安度日。若是能遇见一个真正喜欢自己的人，那就是幸运。沈眉庄也是如此。她进宫之前，家里教她的是端庄、规矩、体面。她相信，只要自己守着本分，皇帝总会看见她的好。安陵容更不用说，她一开始连抬头说话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哪一句不对得罪人。可这些人后来都变了，变得最彻底的反而是甄嬛。很多人只看到她最后的胜利，却很少回头看她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钮祜禄甄嬛的。她第一次真正改变，是在被打入冷宫之后。那是一个人命运里最典型的转折点，从被宠爱的中心一下跌到最底层。他在冷宫里待着的时候，外面的人已经开始重新分配权力。皇后、华妃、各路嫔妃，没有人真的在意他的死活。那段时间，他其实已经看清楚了，这个地方从来不讲感情。你得宠的时候，
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你一旦失势，连一个替你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他后来能重新站起来，不只是因为果郡王的帮助，也不只是因为他聪明，而是因为他学会了一件事，不要再把这里当成一个有人情的地方。当一个人彻底放弃对温情的期待时，他做起事情来就会变得异常冷静。甄嬛回宫之后的每一步都几乎是精确计算过的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冲动，也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她看见安陵容的时候，眼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曾经她是真的把安陵容当姐妹，可后来她看见的只是一个必须处理掉的对手。这就是后宫的逻辑，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全部都要给权力让路。而安陵容之所以在临死前突然清醒，其实也是因为她看见了甄嬛的变化。当年那个会替她出头、会给她送衣裳、会在宴席上护着她的甄嬛，已经不见了。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可以冷静的布局，可以耐心的等时机，可以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的人。安陵容太懂这种变化了，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变过来的，所以她才会说那句话。那句话看起来像是在揭皇后的老底，其实更像是一种总结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用来杀人的，有人用毒药，有人用计谋，有人用权力，但归根结底都是在杀。杀掉对手，杀掉威胁，杀掉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位置的人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杀掉自己曾经的良心。所以，如果你把整部《甄嬛传》重新看一遍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越是活到最后的人，越是孤独。太后活得最久，但她几乎没有真正信任的人。皇帝看起来拥有一切，可他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。甄嬛最后站在权力顶端，可她身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。沈眉庄死了，果郡王死了，温太医也离开了。那些曾经一起说笑、一起谋划的人，慢慢都消失了。最后留下来的，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后宫。很多观众在结局的时候，会觉得甄嬛终于赢了。可如果仔细看最后那几场戏，你会发现导演其实给了一个非常冷的暗示。甄嬛坐在高位上，表情是平静的，但那种平静不是幸福，而是一种彻底看透之后的麻木。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从前，她也知道这条路其实没有回头。当一个人真正走到权力顶端的时候，他会发现一件很残酷的事：你赢了所有人，也失去了所有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安陵容这个角色会让很多人越看越复杂。第一次看，你会觉得他可恨；第二次看，你会觉得他可怜；第三次看，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整个后宫最真实的人之一。他的欲望不高，他只是想活得好一点。可在那个环境里，哪怕这么简单的愿望，也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。他没有甄嬛的运气，也没有华妃的底气，他唯一拥有的是一颗极度敏感的心。这种敏感既是他的天赋，也是他的诅咒。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细节，也能察觉别人察觉不到的危险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最早看穿皇后的秘密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活得比任何人都累。他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抛弃、被利用、被踩在脚下。这种心理慢慢就把他推向了极端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安陵容不是被别人毁掉的，她是被整个环境一点一点塑造成那样的。后宫就像一台机器，每一个进入里面的人都会被磨掉一部分自己。有的人磨掉的是天真，有的人磨掉的是善良，有的人磨掉的是尊严。而安陵容磨掉的是她最后一点对被爱的期待。等她终于明白这个地方没有人真的会爱她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彻底走不出来了。这也是她临死前那种奇怪平静的原因。她不再挣扎，也不再辩解，
他只是把自己最后看懂的事情说出来。皇后杀了皇后，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纯元和宜修，其实说的是整个后宫。在这个地方，每个人都在互相毁灭，有的人死得早，有的人死得晚，但没有人真的能完整的活下来。他讲的不是古代，而是权力。只要有权力的地方，就会有这种结构。只不过在后宫里，这种结构被放大到了极致。人被关在一座城里，没有退路，没有出口，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往上爬。而往上爬的过程，就是不断踩着别人。当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，整个系统就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。安陵容只是其中一个被卷进去的人，他既是加害者，也是受害者。他害过别人，也被别人利用过，所以他最后那句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，是因为那不是简单的揭秘，而是一种带着苦笑的总结。好像一个人终于明白了所有规则，却已经没有时间再重来。这才是真正的悲剧，不是某个人的失败，而是所有人都被困在同一个故事里。而这个故事的名字大概就叫权力。如果继续把这个故事往更深处拆，你会慢慢发现，《甄嬛传》真正讲的其实不是宫斗，而是权力如何改变人的命运结构。因为在紫禁城里，人的一生其实早就被分好了层次。皇帝在最顶端，看起来拥有一切；太后在他之上，是规矩和制度的化身；皇后是后宫秩序的管理者，往下是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，再往下是常在、答应。每一层之间都隔着一道几乎无法跨越的门槛。而后宫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，所有人都看得见上面的世界，却很少有人真的能爬上去。于是欲望就产生了。华妃为什么那么狠？因为她站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她有家世，有权势，有宠爱，可她始终不是皇后。只要皇后还在，她永远只是贵妃。所以她必须不停地争。她压齐妃，压端妃，压所有可能威胁她的人，因为只要一松手，她就会掉下来。华妃其实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她知道皇帝未必真的爱她，但她还是要抓住这份宠爱。因为在后宫里，宠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源，所以她不敢失宠。她越害怕失宠，就越要表现得强势。可越强势，皇帝又越忌惮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悖论。你越依赖某种权力，就越容易被这种权力吞掉。华妃的结局就是这样。当她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喝的安胎药其实是绝育药的时候，她整个人崩溃了。因为那一刻她才发现，她以为自己在争命，其实一直在被操控。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写好了。而皇帝不过是这套结构里最大的操盘手。很多人第一次看《甄嬛传》的时候，会觉得皇帝是一个深情又复杂的人物。但如果你仔细看，会发现他其实是整部剧里最冷的人。他可以宠华妃，也可以杀华妃；他可以爱甄嬛，也可以把甄嬛送进冷宫；他甚至可以一边怀念纯元，一边继续纳妃。因为对皇帝来说，这些都不是矛盾。在权力体系里，感情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变量，最重要的是稳定。只要整个系统稳定，任何人都可以被牺牲。纯元可以死，华妃可以死，安陵容可以死，甚至甄嬛如果真的威胁到皇权，也一样会被清理。所以如果你再回头看安陵容临死前那句话，就会发现她其实不仅仅指向皇后，她还隐隐指向更大的东西。皇后杀了皇后，表面上说的是宜修害死纯元，但实际上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发生，是因为整个权力系统默认了这种行为可以存在。只要没人抓住证据，只要皇帝愿意装作不知道，这件事就可以永远被埋在地下。
而一旦有人提出来，整个体系又会迅速把事情重新压下去。这就是紫禁城的规则。秘密不是不存在，而是所有人都选择不说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在《甄嬛传》里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一点真相，但没有人知道全部。太后知道华妃的药，皇帝知道皇后的手段，皇后知道甄嬛的野心，甄嬛知道安陵容的算计。可所有人都在选择性的沉默，因为说出来未必有好处。这也是为什么安陵容临死前说那句话的时候显得那么突兀。她突然打破了一个默契，她把本来应该永远埋在地下的东西说出来了。那一刻，她其实已经不在乎后果了。一个人只有在彻底失去一切的时候，才会变得这么坦白。所以那句话既是报复，也是解脱。他用一句话把皇后的秘密丢进空气里，让所有人都听见。可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句话其实并没有立刻改变什么。皇后依然是皇后，甄嬛依然要继续布局，太后依然保持沉默。因为在那个体系里，一句话改变不了结构，它只能让某些人更加警惕。而真正能改变局势的，从来不是秘密本身，而是权力的重新分配。甄嬛后来能扳倒皇后，并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而是因为她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。她有皇帝的愧疚，有太后的默许，还有一整套证据链。等这些东西都凑齐的时候，皇后的秘密才真正变成武器。这就是政治。很多事情不是看真相，而是看时机。安陵容只是提前说出了真相，但她没有力量去使用它，所以她只能把这件事交给别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她其实更像是一个见证者。她见证了后宫最黑暗的部分，却没有能力改变它。这种角色在历史里其实非常多。他们不是权力中心的人，却看见了权力最真实的样子。他们可能会记录下来，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刻说出来。可大多数时候，这些声音都会被淹没，因为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，从来不是旁观者，而是掌权者。这也是《甄嬛传》为什么会让很多人越看越冷的原因。表面上它是一个女人的逆袭故事，但骨子里却是一部关于权力运作的寓言。在这个寓言里，没有人真正无辜。皇后为了权力害死姐姐，华妃为了宠爱压制所有人，安陵容为了活命算计朋友，甄嬛为了复仇一步步走向权力中心，甚至连太后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维护皇室的稳定，而不是追究所有真相。每个人都在做选择，而这些选择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那座巨大的宫廷机器。当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，个人的善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位置。你站在哪一层，就会被迫做哪一层的事情。皇后必须维护后宫秩序，皇帝必须维持皇权威严，妃子必须争宠。而像安陵容这样的人，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有价值，因为一旦没有价值，就会被淘汰。这就是紫禁城真正的逻辑。它不是一个家庭，也不是一个社会，而是一个极端的权力实验室。所有人都被关在里面，进行一场漫长的博弈。有的人赢了，有的人输了。但如果把时间拉得足够长，你会发现所有人的结局其实都差不多。华妃死了，安陵容死了，皇后被废，皇帝老去，甄嬛成为太后，然后新的妃子继续进宫，新的争斗继续开始。历史像一个巨大的轮子，一圈一圈转。当你站得足够远的时候，会发现那些惊心动魄的宫斗，其实只是轮子上的一小段花纹。所以安陵容那句皇后杀了皇后，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道裂缝，它让人短暂地看见了轮子内部的结构。可轮子依然在转，在权力面前，
个人的悲剧往往只是时代的一粒尘埃。如果再把视角往后拉一点，你会发现《甄嬛传》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，其实不是那些明面上的算计，而是权力会慢慢改变人的价值判断。一开始，很多人都觉得某些事是不能做的，比如杀人，比如陷害，比如利用感情。可当一个人被长期放在权力竞争的环境里，这些底线会一点一点往后退。最典型的人其实就是甄嬛。她刚进宫的时候，甚至有点理想主义。她不愿意争宠，不愿意参与那些阴谋。她觉得只要守住本分，皇帝自然会看见她的好。但很快，现实就把她打醒了。华妃的一次陷害，就让她差点失去一切。后来冷宫的那段日子，更是让她彻底明白，在这个地方，不争就等于等死。所以她改变了策略。她开始学习规则，她开始计算人心，她开始用别人用过的那些手段。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当一个人使用这些手段久了，就会慢慢觉得他们是合理的。比如复仇。甄嬛回宫之后，几乎每一步都是为了复仇。她要让华妃倒台，要让皇后失势，要让所有曾经伤害过她的人付出代价。从情感上看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可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，就会发现复仇本身也在改变她。她开始更冷静，也更残忍。有些局她明知道会牵连无辜，但她依然会不下去。因为在权力斗争里，牺牲往往是不可避免的。这种变化其实非常微妙，它没有突然变坏，而是一步一步滑过去的。每一步都可以解释，每一步都有理由。可当你回头看时，就会发现他已经走得很远了。这也是《甄嬛传》最真实的地方。现实世界里的人，很少是突然变成坏人的。多数时候，他们只是不断在现实压力下调整自己的底线。皇后是这样，安陵容是这样，甄嬛也是这样，只不过他们走的方向不同。皇后为了保住位置，选择把所有威胁都扼杀在萌芽里。安陵容为了活下去，选择依附更强的人。而甄嬛为了不再被伤害，选择掌控局面。三个人的路径不同，但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权力环境里，温柔往往活不久。所以很多观众后来再看《甄嬛传》，都会觉得它不像一个简单的宫廷故事，而像一部关于人性演化的长篇实验。你把不同性格的人放进同一个系统里，看他们会变成什么样。有的人会反抗，有的人会适应，有的人会崩溃。沈眉庄就是那个反抗失败的人。他其实是后宫里最坚持原则的人之一。他不喜欢争宠，也不愿意参与太多阴谋。他相信只要守住自己的尊严，就能过得安稳。可现实证明，这种想法在那个环境里非常危险。他被华妃陷害过，被皇帝冷落过，最后甚至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死。他的悲剧其实就是理想主义在权力环境里的典型结局。因为理想主义需要稳定的规则，而后宫恰恰是一个规则随时可能被改变的地方。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在这种环境里，坚持原则往往意味着把主动权交给别人。所以像沈眉庄这样的人很难活到最后，反而是那些更灵活的人能走得更远。甄嬛之所以能成为最后的赢家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学会了这种灵活。她不再执着于某一种身份，她可以是天真的少女，可以是深情的爱人，也可以是冷静的政治玩家。这种多重身份让她在复杂的局势里始终有回旋空间。但这种能力也有代价，因为每切换一次身份，就意味着放弃一部分真实的自己。
到最后，他几乎只剩下一个角色——权力的掌控者。所以很多人会注意到，《甄嬛传》的结局其实并不热闹，没有盛大的庆祝，也没有真正的圆满。甄嬛坐在高位上，看起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可她的眼神却很平静，那种平静更像是一种看透。她已经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，她也知道自己必须继续维持它，因为一旦系统崩塌，所有人都会受到冲击。这其实是权力的另一个悖论。很多人拼命争夺权力，是为了改变世界。可当他们真的掌握权力之后，却往往会发现自己不得不维护原有的结构，因为结构一旦被打破，代价会非常大。甄嬛最后其实也进入了这种状态，她不再是那个挑战规则的人，而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你回头看安陵容那句话，就会发现它其实像一个隐喻。皇后杀了皇后，在故事里，这是宜修杀死纯元，但从更大的层面看，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循环：旧的权力杀死旧的秩序，新的权力在建立新的秩序。而在这个循环里，个人的情感往往只是附属品。这就是为什么《甄嬛传》会让很多观众越看越觉得复杂。它表面上讲的是爱情、嫉妒、复仇，可往深处看，其实讲的是权力如何塑造人的命运。在紫禁城里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做选择，可实际上，他们的选择往往早就被环境限定了。皇后不可能放弃权力，华妃不可能接受失宠，安陵容不可能甘心做一个透明人，甄嬛不可能再回到从前。所以，所有人的路径，某种程度上都是必然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会让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：你既能理解每个人的动机，又会对整个系统感到寒冷。因为当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努力时，悲剧往往是不可避免的。而安陵容那句临终之言，就像是一道短暂的光，它照亮了那座宫廷机器的内部结构，让人看见，在华丽的宫墙背后，其实是无数人的欲望、恐惧和算计在同时运转。当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时，就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法逃离的命运。当人被放进权力结构里时，究竟还能保留多少原来的自己？如果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，其实就会发现，《甄嬛传》最值得反复琢磨的，并不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宫斗桥段，而是一个更隐蔽的问题：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始接受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一类人？很多人第一次看剧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立场。皇后是反派，华妃是恶人，安陵容是背叛者，而甄嬛是那个一步一步被逼成长的主角。但如果多看几遍，就会发现这种简单的划分其实站不住。因为随着剧情往后走，你会逐渐发现，甄嬛其实在很多地方越来越像她曾经最厌恶的人。她刚进宫的时候，最讨厌的就是华妃那种仗着宠爱压人的做法。她觉得那种人跋扈、狠毒、不讲道理。可等她后来得宠以后，她也开始掌控局势，安排人事，决定谁能靠近皇帝，谁该被边缘化。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纯的相信人，而是习惯先判断对方有没有威胁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权力心理变化。当一个人没有权力的时候，他会天然站在弱者那一边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弱者。可一旦拥有权力，他就必须开始思考另一件事：如何防止别人取代自己。这个时候，很多原本看起来冷酷的行为就会变得可以理解。所以，权力并不是单纯让人变坏，而是改变了一个人判断事情的角度。甄嬛就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她后来对安陵容的态度其实非常复杂。一方面，她恨安陵容，因为那些背叛是真实发生过的；
另一方面，他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安陵容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，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那种被逼到角落里的感觉。这也是为什么安陵容临死前那句话，在甄嬛听来会那么重。别人听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惊天秘密，但甄嬛听到的更多是一种提醒。那句话像是在告诉他，你现在打败的是皇后，可只要这个系统还在，你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下一个皇后。所以甄嬛后来变得越来越谨慎，她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，也不再把感情放在最前面。她学会了用距离保护自己，这也是权力带来的另一种变化，孤独会越来越重。当一个人站在权力顶端的时候，他几乎不可能再拥有真正平等的关系，因为所有接近他的人都必须考虑利益。别人对他说的话很难完全没有目的，久而久之，他也会开始怀疑一切。皇帝其实就是这种状态。很多人觉得皇帝多情，但如果仔细看他的行为，会发现他其实非常多疑。他宠甄嬛，却也随时在试探甄嬛；他怀念纯元，却又不允许任何人真正触碰那段记忆。他可以给一个人很多恩宠，但也随时准备收回。这种矛盾其实不是因为他性格复杂，而是因为权力的位置本身就会制造不信任。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，如果太相信别人，反而会变得危险。所以皇帝必须保持距离，可距离一旦拉开，人就很难再有真正的亲密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整部剧里，皇帝看起来拥有最多，却往往是最孤独的人。他身边的人很多，但真正能和他说真话的人几乎没有。太后更多是在管制度，皇后在维护秩序，妃子在争宠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他这个人，所以他才会对甄嬛产生那种特别的情感。因为甄嬛曾经是少数敢跟他说真话的人，但可惜的是，这种关系也没能维持太久。随着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，甄嬛也必须开始隐藏自己。到最后，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互相利用的状态。表面上还是恩宠，实际上却充满了计算。所以，如果把整部剧从头看到尾，你会慢慢意识到一个很冷的事实：在权力结构里，感情往往是最先被消耗掉的资源。友情会被怀疑侵蚀，爱情会被利益稀释，亲情也会被位置改变。安陵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她一开始是真的把甄嬛当朋友，那种小心翼翼的亲近其实很真。可当她发现自己永远追不上甄嬛的时候，那份亲近就慢慢变成了嫉妒。而嫉妒在后宫这种环境里很容易被利用。皇后只需要稍微推一把，就能把这种情绪变成武器。于是安陵容一步一步走向了背叛。但如果你把时间往前拨一点，就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宫外，也许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只是他们被放进了一个必须竞争的位置。当资源只有一个的时候，关系就很难保持纯粹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后来会觉得《甄嬛传》不仅仅是宫斗剧，更像是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隐喻。后宫只是一个极端缩小的社会模型，资源有限，规则复杂，位置分明。人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很难不发生变化。有人会变得更狠，有人会变得更聪明，有人会被淘汰。而像安陵容这样的人，则往往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看清一切，可看清之后，却已经没有机会重新选择。所以他最后那句话，其实带着一种很深的疲惫，好像一个人终于看懂了这场游戏的规则，却已经走到了终点。他没有再去辩解什么，也没有再争什么，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真话。
而这句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，并不是因为它揭开了多少秘密，而是因为它揭开了一层更深的东西，那就是在权力的世界里，很多悲剧并不是因为有人特别坏，而是因为系统本身就会不断制造冲突。只要规则不变，故事就会一遍又一遍发生。有人会成为新的甄嬛，有人会成为新的安陵容，也一定会出现新的皇后。而那些宫墙里的故事看起来惊心动魄，其实不过是历史长河里不断重复的一段段片段。所以当观众在结局看到甄嬛坐在高位时，心里往往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。她确实赢了，可那种胜利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轻松，因为她自己也已经成为这套规则的一部分。而在紫禁城这样的地方，一旦成为规则的一部分，就很难再做回原来的自己。人可以赢一场斗争，却未必能赢过整个系统。如果把这个问题继续往下追，你就会慢慢发现，《甄嬛传》最耐人寻味的一点，其实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对抗某一个人，但真正左右命运的其实是位置。后宫里的人斗来斗去，看起来像是在针对某个具体的人。华妃在斗皇后，皇后在防甄嬛，甄嬛在反击安陵容。可如果把这些关系抽掉，你会发现一个更稳定的结构。只要有皇后这个位置，就一定会有人争；只要有宠妃这个位置，就一定会有人嫉妒；只要有失宠的人，就一定会有人踩。换句话说，斗争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特别坏，而是因为位置本身会制造冲突。皇后为什么一定要防甄嬛？不是因为甄嬛这个人有多讨厌，而是因为她太像当年的纯元，聪明、温柔、受宠，又有一种让皇帝着迷的气质。这种人只要存在，就会对皇后的地位构成威胁，所以皇后必须提前处理。华妃为什么那么恨甄嬛？也不是因为甄嬛做了什么特别过分的事，而是因为她抢走了皇帝的注意力。在后宫这种资源极度有限的地方，宠爱本身就是权力，谁得到宠爱，谁就有话语权。所以华妃看到甄嬛得宠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好奇，而是危险。她本能的要把这种危险消灭掉。这就是结构的力量。在这种结构里，人很容易把对制度的恐惧转移到具体的人身上，于是就变成了个人恩怨。可实际上，如果甄嬛不存在，也会有另一个人站到那个位置；如果华妃倒了，也会有新的宠妃出现。所以真正稳定的从来不是人物，而是权力结构本身。这也是为什么安陵容最后那句话会显得那么意味深长。皇后杀了皇后，从表面看，这是一个惊天秘密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理解，它更像是在说一件事，在这个系统里，每一个坐上皇后位置的人都会慢慢变成同一种人。纯元如果活着，也未必能一直保持温柔。宜修当年刚进王府的时候，也未必就是后来那个样子。只是当一个人坐到那个位置上，他就必须承担那个位置的逻辑。皇后要稳住后宫，要控制嫔妃，要防止有人威胁皇权，这些任务本身就会逼着人变得越来越冷。所以宜修后来那种几乎无情的状态，其实是一种长期压力下形成的性格。他必须随时保持警惕，因为只要有一点松懈，可能就会有人取代他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嫡庶这件事那么敏感。那不仅仅是童年的阴影，更是他一生最大的焦虑来源。他太清楚自己的位置是怎么来的，所以他也一直担心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把他挤下去。于是他越做越紧，越紧就越害怕，越害怕就越狠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循环。而安陵容恰恰是看懂了这个循环的人。他之所以能猜到纯元的死，
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了多少证据，而是因为他理解了宜修的心理。他知道，一个长期被压抑的人，一旦看见翻身的机会，往往会做出非常极端的选择。这就是所谓的代入。他把自己放进皇后的处境里思考，如果自己是那个庶女，如果自己被姐姐压了一辈子，如果自己终于看见机会翻身，会不会动手？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，所以安陵容才会那么笃定。他不是在推理，而是在理解人性。而理解人性这件事，有时候比掌握证据更可怕。因为一旦你理解了人的欲望和恐惧，就很容易猜到他会做什么。这也是为什么后宫里最危险的人，往往不是最狠的，而是最会看人心的。甄嬛后来能赢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也学会了这一点。她开始理解皇帝的自尊、皇后的焦虑、太后的顾虑。她不再只看表面的对错，而是去判断每个人真正害怕什么。于是他的布局越来越稳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示弱，什么时候该反击，他甚至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。这种能力让他在后期几乎没有真正失误。可这种能力的代价，就是他越来越像一个政治人物。他不再轻易流露真实情绪，他说话越来越含蓄，他甚至连笑容都变得很克制。这其实是权力对人格的一种重塑。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度博弈的环境里，他会本能的减少情绪暴露，因为情绪越多，破绽就越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《甄嬛传》到后半段，很多角色说话都越来越慢，越来越谨慎。一句简单的话，背后可能藏着好几层意思。这就是宫廷语言，也是权力环境里的典型交流方式。大家都在说话，却没有人完全说真话。所以安陵容临死前那句直白的话才会显得那么突兀，因为那一刻他不再需要隐藏。一个人只有在彻底退出游戏的时候，才敢把话说得那么直。这也是他最后的自由。而这种自由其实是用一生换来的。如果把整个故事放在更长的历史视角里看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类似的故事在很多时代都出现过。权力越集中，竞争就越激烈，竞争越激烈，人就越容易被逼到极端。于是就会出现很多看似复杂的人物关系，其实背后都是同一个逻辑。资源有限，位置稀缺，谁都想往上走，可上面的位置只有那么几个，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。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动机，每一步选择都有现实原因。你很难简单的说谁完全是好人，谁完全是坏人，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系统里挣扎，而这个系统才是真正决定故事走向的力量。所以当安陵容说出皇后杀了皇后时，那句话其实像一道裂缝，它让人短暂的看见了系统内部的真相。可裂缝很快又会被填上，宫门依旧关闭，新的嫔妃依旧进宫，新的争斗依旧开始。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秘密就停下来，而那些宫墙里的故事也会像风一样，一代一代的继续流传下去。